又是一群绿鹦鹉飞回来，看到了吗？好多绿鹦鹉哦。这个就是在纪念那个2015跟2016年的时候，有很多从中东来的 refugee， 然后他们到了德国，因为德国非常的 welcome 嘛，所以这就是用所有的那个救生衣所做出来的一个棚子。Hello， 欢迎来到品味之境的 Border of Taste。我们今天在德国的Düsseldorf。为什么我刚刚稍微停顿了一下？因为我第一次念的时候念成是 Düsseldorf， 因为我想的是 U 嘛，结果没想到我的德国朋友跟我说，哦不对哦，上面有2个点点的，原本是念 U， 你就要变成念的就变成是 Düsseldorf， 因为呢 Düsseldorf 就是骂人家有点呆呆的意思。然后呢，如果我后面有一个天鹅好可爱哦，它也来插一脚吗？因为如果说你说这个地方叫做 Düsseldorf， 就是说这个村庄，因为 Dorf 是村庄 village 的意思，就这个村庄都有一点呆呆的吗？不可以哦。Düsseldorf 我觉得它跟我还蛮有渊源的，因为我以前在打工的时候，在一个 fashion house 上班，他们的总部就在这。那因为我们都知道德国其实有蛮多大品牌的呀，那他们很多大品牌的工作室其实起源也在这。那我今天会来这边3天2夜，所以我就趁我有限的时间带大家来走走吃吃逛逛。我这次住的地方是靠近他们的国王大道，就是Koningssaal， 可是一样啊，在这边大家不讲 Koningssaal， 只讲克就是这条国王大道的简称。那从国王大道的后面这边，我们走进来就会看到这个是他们的艺术表演厅，我们带大家去看看。我这次来德国，相对而言，我的感觉就是，因为我自己是学语言的嘛，所以我听得出来，就感觉东欧的人好像来的比较多。那其实你们现在看德国的穿着，虽然我们现在这个已经是在他们比较多的步行街，你还可以看得出来，德国人相对而言穿衣服就不会像西班牙或者是意大利的这么的丰富，大部分的还是黑的呀、深蓝的呀、灰的，所以其实从他们的穿着，大家可以看出他们的一个民族性。然后我们沿着刚刚这一条一路走出去，就会看到这边一个比较著名的百货公司了，就是他们所谓的就是 KO。2个点点发音的这个比较大的百货公司，类似像他们在Düsseldorf的老佛爷一样。我们可以去前面看看。那课的前面这个大道呢，就是百货公司，就是他们著名的国王大道，也就是刚刚我说的，包含看到的 Versace 啊、Christian Dior、Tiffany、LV 等等，全部在这条街上面。在德国唯一的好处是你不管坐什么计程车，基本上都是 Mercedes-Benz 或者是 BMW， 因为德国是出产汽车重工业的重要大国家。那我们现在看到上面这些绿色的树哦，听说这些晚上会有绿鹦鹉飞回来哦，因为这些聪明的绿鹦鹉呢，它其实是从非洲跟亚洲来的。但是呢，这几年再来因河定居下来，也觉得是挺舒服的了。于是呢，他们就把Düsseldorf做成了是一个最好的下一个住址。白天呢，这些绿色的鸟会在 Hofgarten， 就是比较靠近北边的地方去玩。到了晚上，他们就回到国王大道，你就会看到一些奇观。我们待会等等看，可不可以找到绿鹦鹉？我好像看到绿鹦鹉回来了耶！哇，一整区绿鹦鹉，有没有看到？好多哦！
我等到了快9点，他们才飞回来。哇，又是一群绿鹦鹉飞回来，看到了吗？好多绿鹦鹉哦！哈哈。因为跟这些树的颜色太接近了，可是确实是还蛮特别的。他们好像在唱着某种和弦。这条树木很繁茂的这个街道以前曾经叫做栗子大道，那是因为在1848年的时候啊，普鲁士的国王威廉4世宣布要拜访这个平静的这个多瑟勒夫，那当时它是一个渔村嘛。但人们当时对于不公平的这个普鲁士的法规感到非常的愤怒，所以就会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就用马粪来迎接了国王。然后后来听说有一颗正中了国王的斗篷，事后呢，为了得到这个皇室的谅解，这个栗子大道呢就改名了，变成叫做国王大道。如果你问多索多夫最有名的一条街是在哪里，很多人都会说是国王大道 Konisala， 但这条街最迷人的地方其实不是它的精品店，而是它的节奏。但是喜欢购物的爱好者，就是一定可以在这边你的心仪的奢侈品牌里面找到你心所渴求的一切。当然，你也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比较便宜的咖啡厅，坐下来点着一杯拿铁，然后观察来往的行人，几乎呢就是在看一场时装秀。这个国王大道呢，本身呢到顶就是一个小花园，也是很多人会在这边休息的地方。这边其实蛮常办各式各样的活动。那现在多瑟多夫呢是唯一一个德国还用村庄命名的城市，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嘛 ，Dorf 就是 village 的意思在德文。可是虽然它用村庄命名，可是它这里一点也不村庄哦。它这里其实已经是像是意大利的米兰，它就是德国的时尚之都。那当然呢，还有他们最著名的也是最新的一个应该说是 Daniel Lamberker 比较新的一个设计建筑，就是把所有的绿化呢都镶在这个建筑的外面。Hoboken， 它这里面有很大的 Apple Store， 然后也有很多旗舰店，上面也有很多餐厅，有很多酒吧。其实 Düsseldorf 算是一个建筑师的 playground 吧，因为它这边有各式各样很厉害的建筑，包含现在这个饭店，好，他们的逛街的这个 Galleria， 这一整个都是Hoboken 的设计建筑群。这边似乎还有一个城市的 University。那往这边走回去呢，就又会走回到了国王大道。国王大道上面呢，总共有3座桥，这些桥的所处地段都风景很优美，也非常适合网美在这边做一些照片拍摄场景。在北端，你可以看到我们刚刚经过的科尼利厄斯广场，那有包含建筑风格很特殊、很设计感的 Hoboken 广场。那往上面一点，还有德国最古老的一个public 的公园，叫做 Hofgarten。那往南端的方向走呢，就会经过他们的一个Cars Market， 也就是每天8点到6点的一个像农夫市集一样的市场。
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个呢，就是在 Düsseldorf 的市区，国王大道旁边。这个就是在纪念那个2015跟2016年的时候，有很多从中东来的 refugee， 然后他们到了德国，因为德国非常的 welcome 嘛，所以这就是用所有的那个救生衣所做出来的一个棚子，代表的意思是 Hey, we can make it。 我觉得德国跟比利时在这一方面人权做的是真的是很好，所以这是一个纪念的标示吧，在他们的算市中心中间。我觉得德国人养的狗每一只都好英挺，好好看哦。这里不像巴黎那么喧闹，比较像一种安静的奢华。感觉这条街不是为了观光而存在，而是城市生活的一部分。多人来德国旅游只会看景点，但其实一个城市最迷人的时候是周末。德国人其实很会生活，有些城市你会记得景点，有些城市你会记得生活，而 Düsseldorf 比较像是第二种。如果你也很喜欢跟以望游世界，喜欢我们这一节介绍，麻烦你帮我们分享给你很多很多的朋友，尤其是你住在德国的朋友哦。如果他们还觉得以望漏了介绍什么，麻烦你留言跟我说，下次我再带你们来一次。世界某个地方，以望带你去，下次也许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来。